忍者。费可欣心下一惊，还想询问叶晨更多细节，但一想到 C 的探员和日本外务省的人里竟然会有忍者，便立刻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，情况紧急，也容不得自己询问太多。于是他便立刻问叶晨：叶先生有什么打算？叶晨道：我大老远陪老婆来看演唱会，总不能让歌手失踪或者被人干掉。说着，他立刻嘱咐道：照顾好出然，我很快就能解决问题。费可欣听闻这话，便立刻停下脚步，对着叶晨的背影说道：叶先生放心。说罢，便转身返回派对现场。他知道叶晨的实力超群，几个忍者不可能是他的对手，自己不需要为叶晨的安危担心，做好叶晨交代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此时的门外，三井良校刚把塔瓦纳和崔佛以及一众探员送上车，他们一共开来4辆车，其中3辆车的车头插着有外交寓意的美国国旗，车型分别为2辆凯迪拉克凯雷德以及1辆全黑涂装的丰田客车，另一辆丰田商务车是日本外务省的公务用车。如此阵仗，再加上之前所有的文书照会以及相关证件一应俱全，所以三井良校至今也没发现这其中有什么问题。而叶晨之所以能够发现问题，也是因为他对忍者太熟悉了。当初来日本救了伊藤菜子那次，日本顶尖的忍者家族他接触了一大半，也干掉了不少，对忍者的特征以及身体修炼的方式算得上是非常了解。所以他早在这些人刚到的时候，就发现那几个所谓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忍者。这时叶晨眼见塔瓦纳和男朋友崔佛上了那辆黑色的丰田客车，便立刻高喊一声：等一下！三井良校回过头来，见是叶晨出来，连忙客气地问他：叶先生有事？叶晨大步走向塔瓦纳和崔佛所在的那辆凯雷德，同时对三井良校说道：三井先生，你的派对太无聊了，还是这边的事情更刺激，我打算凑个热闹。凑热闹？三井良校都听傻了。C 这办案子呢，你来凑哪门子热闹？别以为这是日本，就小看美国 C 探员的影响力。这些年美国政府方面的官员在日本向来都是横着走，叶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这纯粹就是拿豆包不当干粮。于是他赶紧拉住叶晨，低声道：叶先生， C 的热闹，我劝您还是不要去凑了。您是费小姐的朋友，万一出点什么状况，我实在不好跟费小姐交代。叶晨笑了笑，说道：三井先生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听劝。说着，他已经越过三井良校，来到丰田客车的车前。那个名叫皮特·罗杰的假冒探员正准备上车，眼见叶晨到了跟前，便立刻冷声警告道： C 执行公务，无关人员请不要靠近。叶晨笑道：我是塔瓦纳的保镖，你们就这么把他带走，我必须得陪同他一起。车里的塔瓦纳和崔佛都有些疑惑，他们想不明白，刚才一直对塔瓦纳有些看不惯的叶晨，为什么忽然自称是塔瓦纳的保镖，还非要上车陪他们2人一起。而皮特·罗杰明显不想节外生枝，他便对叶晨解释道：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现在是 C 办案时间，我们只允许与调查案件有关的人参与，其他人就只能说抱歉了。叶晨一副耍无赖的架势，开口道：别说这些废话，今天你不让我上车，你们就走不了，我说的。皮特·罗杰盯着叶晨，强忍心中怒气，冷声警告道：先生，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你最好立刻避让，不要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。叶晨不屑地说道：你这人废话真多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不让我上车，你们就走不了，除非你开枪打我，我就不信当着三井先生的面，你们真敢动手。皮特·罗杰顿时有些头大，他本来的任务是把塔瓦纳一人带走处理，结果刚才在派对现场，塔瓦纳的男朋友崔佛非要跟着，他不想行动受影响，所以只能让崔佛一同随行。
现在又杀出一个自称是塔瓦纳保镖的人，如果再让他上车，那就比原定计划多出2个人了。可是他也看得出，叶晨明显不像能够轻易放弃的人。如果自己不让他上车，他大概率真的会一直赖着不走。可自己现在又不能当着三井良校的面直接原形毕露，那样的话，就算自己能勉强完成任务，自己也很难全身而退。他仔细权衡利弊，最终只能无奈地咬了咬牙，对叶晨说道：好，你可以上来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必须严格遵守我们的要求。好，叶晨见他被自己逼得别无选择，得意地笑了笑，随即便立刻迈步登上了丰田客车的踏步。皮特·罗杰挡在门口，冷冷看了一眼叶晨，心中暗道：既然是你自己找死，那就不要怪我送你上路了。叶晨见他挡在车门处不动作，便忍不住催促道：没听说过吗？好狗不挡道，你不让开我怎么上去？皮特·罗杰气得险些吐血，心下一狠，便闪身给叶晨让开了通道。叶晨迈步上车，见车内除了司机之外，一共坐了6个人。这辆丰田客车原本有20个座位，但是明显经过改造，所以只留下了4排头等舱座椅，每排2个位子。此时第1排已经坐了1个白人，空的位子大概率是皮特·罗杰的，而塔瓦纳和崔佛坐在第2排，第3排还坐了2人。叶晨上车后看了看形势，与塔瓦纳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塔瓦纳整个人一脸的诧异和不解，他也搞不懂自己跟叶晨互相看不顺眼，这时候他来凑什么热闹？而叶晨在与他眼神接触时，脑子里想的是这个女人和她的男朋友，此时已经被人夹在了中间。而这辆车除了前挡风玻璃之外，其他的车窗全做了黑化处理，外面根本就看不到内部情况。如果他们4个人要在车上对他俩动手，他俩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身边的皮特·罗杰对第1排那人说道：卢卡斯，你去最后1排，让他坐你的位子。那个叫卢卡斯的刚想起身，叶晨便伸手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又把他按回了座位，同时自己迈步走向最后1排，嘴里还笑眯眯地说道：哪能让你们给我让座，我去最后1排凑合凑合就好。皮特·罗杰顿时心下一紧，他的计划是待会儿车开出巨弹，就立刻让第3排的2人对塔瓦纳和崔佛发难。致死剂量的注射药物早就准备好，只需要起身往2人脖子上一扎，一推，2人在半分钟内就会立刻毙命。原本这一切都不费吹灰之力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叶晨这个搅屎棍子竟然一上来就要坐到最后1排。如果真让他坐到最后，前面所有人的动作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到时候别说趁他俩不注意给他俩注射药物，很可能针管刚拿出来就被叶晨发现了。于是皮特·罗杰便下意识拉了叶晨一把，说道：你就坐在第1排吧。叶晨甩了甩胳膊，把他的手甩开，不耐烦地说道：我想坐哪就坐哪，用得着你在这里指手画脚？